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下六省，因为我突然有一次心血来潮，想要去骑摩托车游一下下六省。那我就想说，再计划个4到5天的时间，骑着摩托车绕整个越南的下六省一圈，然后再绕回来。那有经过一些每个城市，那每个地方都很漂亮，都有它的独立的特色。那我们今天来大概简述一下我所经过的下六省的地方有哪一些地区。我的第一站就是从同奈经过胡志明市，然后到宾兹，然后宾兹是我第一个晚上的休息地点。我是下午5点从同奈出发，骑着摩托车1个半小时后就到了胡志明市，然后再来是3个小时从胡志明市到宾兹，全程总共4.5个小时。出发的时候因为是下午5点，所以天还亮的。到胡志明市之后天就开始黑了，然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在赶路，目的就是先到宾兹这个地方当做第一晚的住宿。我们去的路上会经过几座比较大的桥，那其中胡志明市的话，我们会经过富美桥，还有在美托那边我们也会经过美托大桥。要到美托的时候，这一座美托大桥也是我们最大的一座桥，这横跨了整个湄公河。当然它到这里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完全的没有路灯。还好它是机车跟汽车是分道的，不然这一段真的很危险。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的民宿那边其实是关门的，我是打电话给他以后，他才把门打开，然后让我进去入住。所以你们在入住的时候要注意到时间点，有很多农村的地方，基本上他们9点多就打烊了。我入住这个地方大概1晚约50万越盾而已，在 Agoda 上订的，所以基本上不贵，而且还附了早餐。隔天早上起来，我们就看着湄公河的出海口，大家在这里欣赏一下风景，那顺便吃着我们的早餐。湄公河它有9个入海口，所以当地人又叫它9龙江。它从俄贡开始，从宾兹、美托这一带，然后一直到朔庄，从这一串过来的一大块平原，基本上呢，总共有9个入海口。那这9个入海口分别散布在湄公河平原，那从俄贡开始，那一直到朔庄，这一整片这么大的地区，基本上大概就叫做湄公河平原，或叫湄公河三角洲。宾兹有名的是椰子，所以所有在越南的椰子最好喝的，大概就是在宾兹这一带的品种是最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往下一站走，接下来我要往朔庄这个方向走，然后我开始研究地图。我竟然发现到靠近朔庄那几个河流里面，发现好像没有桥。那这个我内心就开始紧张慌张起来，就开始仔细研究。如果我不经过这里，那我直接到绕路要经过肯特市。但是肯特市之前我去旅游过了，我又不想绕那么远的路过去。那我仔细看地图，感觉应该有渡轮，所以我决定冒险一试，决定走看看是不是有渡轮。如果真的没有渡轮，我顶多我就再回头，因为依照我在越南的经验，通常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有渡轮的。当我很悠哉的往我们目的地方向前进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到越南的摩托车再次的伟大，发现到它竟然可以载这么多的东西。有时候在这里生活久了，他们骑摩托车的方式真的让我叹为观止。接下来我们前往杂林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茶农省。那它这边也有一个重要的入海口，也就是茶农的湄公河入海口。那最重要的大桥就是古建大桥，就是古建桥。那我们所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古建桥。
座桥它是预拌混凝土做成的大桥，它不像说我们平常遇到的横跨湄公河的桥都是属于斜毡桥，那这种都是比较特别的，这是传统的混凝土大桥。过了这座桥之后，就是所谓的茶龙省了。过了桥之后，我们发现到在这里的人的脸孔就开始会变得比较黑一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棉族，因为在整个往茶龙这个方向的人，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高棉族生活在这里，因为这边曾经是柬埔寨的领土。我在前往渡轮的路上发现一间寺庙很漂亮，我就顺便下来看一下，大概四处逛一下，也顺便休息一下。感觉这里的寺庙就像柬埔寨的整个的一个寺庙的感觉是一样的，连文字感觉都像是柬埔寨文。因为骑了几个小时的车，在这里听听一些钟声，可以让心情更放轻松，等一下的旅途会更愉快、更快乐。没多久我就到了渡轮口，那看这个地图的样子，我应该是要打2趟渡轮，然后才能渡得过这一个出海口。买了票就在这里等待，准备渡船了。大概15分钟后，我们就准备上船。在渡船的时候就遇到了大雨了，所以算是淋雨这样子渡船的。我在搭船的时候刚好下着雨，下船的时候刚好雨停了，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中间的沙洲，因为这还没有到河的对岸，准备还要搭第2趟渡轮，现在只是在沙洲而已，然后在这边骑了大概5到10分钟，就到了下一个渡轮口。骑了一段路，我们终于到了售票的这个地方，大概等了15分钟，我们就准备搭第2趟渡轮了。那其实湄公河真的很大，所以你看，光过这一个渡海口，你就要搭2趟渡轮。下了船，我们就往朔庄的方向走。那基本上，朔庄并不是我的目的地。其实我的目的地是在帛寮，就所谓巴溜这个地方。其实，在这每个下6省湄公河流域的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很多的渡轮。那你问我在这一带总共坐过多少渡轮？其实应该超过10个吧。因为光在我住的附近就有3个渡轮，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在这一带从湄公河这一带那么多流域，它的渡轮是相当多的。我快要到朔庄的时候，在省道的路上发现到有一座大佛，然后我就沿着这条小路走进去，发现到里面竟然是一座寺庙，而且有一座大佛在里面。那我就在这边参观了一下，但是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并没有很深入的在里面参观很久。我大概查了一下它的历史，大概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
的，也就是说，它在1785年的时候就建造了。它当时有很多的宋榕树，所以它这一间庙，它就取名为宋榕寺。可是他说到现在，目前这座庙里面只剩下2棵宋榕树了。寺庙早期是用比较单纯的竹子做成，这200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一座大寺庙了。我到了硕专之后，就在城市里面绕了一下。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它其实就是稻米，它也算是稻米之乡。它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香米，也就整个越南最好的米就在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像越南的25号米，最有名的就是越南25号香米，就是在这里生产的。我并没有在硕专那边停留太久，那我在市区绕了几圈，我就前往柏寮了。那柏寮这个地方，当地人叫白溜，就是柏寮这个地名。白溜。晚上我就到了柏寮，在这里我就骑车到处逛一下，然后有看到河边的夜景，所以我就在这里想找一家咖啡厅来喝一杯咖啡。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咖啡厅，看起来真的还蛮漂亮的。而且感觉它的城墙有很斑驳的样子，我就特别的想要进去，然后就在里面点了一些餐点跟饮料，就在这里面吃起来。其实在整个越南的咖啡厅，其实在很多间都非常的有特色。有时候在农村或者是在比较偏僻的城市，它的咖啡其实也非常的好喝。但其实我很少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咖啡厅，反而是这些乡镇的一些小咖啡厅，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说去一些有名的，像拱咖啡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咖啡。其实我几乎都没去过，我反而比较喜欢像这种优雅的环境的咖啡厅。店里面还有一只狸花猫，在柜台那附近，在那边休憩。喝完咖啡，我就骑着摩托车在市区绕一圈，然后到了柏寮教堂，然后也去了中国的传统寺庙。虽然他们2间都关起门了，但是我也只是能在旁边拍照留念。隔天一早，我就马上起来做一个空拍。那看一下柏寮的美景。柏寮省其实是著名的水乡，它也是海盐产地，而且它的材质弹唱的发源地，所以这个地方具有独特的华越还有高棉文化的融合。以柏寮公子作为传奇。柏寮公子原本就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他因为过度的奢华，最后这个柏寮公子最后这个名称变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接下来我到了哥西塔郎寺，这个也是在柏寮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它主要是高棉族的重要一个寺庙。它成立于1860年，所以蛮早的，大概100多年了。我在这边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呢，顺便跟老婆婆聊天，她诉说她家里面的故事，也讲这里的故事。然后主要是说这边也是间学校。咱住来咧就先揀。Ở đây có nhiều người du lịch sang lại đây quay phim chụp hình á. Sáng giờ cũng nhiều người lắm, thứ Bảy Chủ Nhật mới nhiều. Hôm nay ít người nhỉ? Hôm nay còn có người. Bữa nay không có người ít. Buổi sáng cũng có đây ra. Nhưng mình đi có nguyên đoàn là 2-3 người là cũng vui, đi có mình em. Ở đây là trường học. Mà bây giờ học sinh học bộ tốt ấy. Chỉ có lớp 10, 11 và 12 thôi. Ở đây có trường học à?
có cái gì？ ở这trường học。trường học。哦。trường học。他在讲述说，这边假日比较多人来这里拍照，然后这边也是一间学校。好，刚才讲的一个单字正好，他都说这是一间学校。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金瓯的方向走了。接下来的路段到金瓯并不是很好走，几乎都在修马路，让我整个晃得有点受不了。快到金瓯的时候，又遇到一场大雨。只能在路边躲雨，虽然有带雨衣，但是这种路在骑车还是很危险。最后到了金瓯，到了这个圆环地标，我在这里晃了一下，因为一直都在下雨，所以我就只能找一家店吃了一个午餐。吃了一个本干锅。因为这边的本干锅是比较有名的。本干这个东西在越南其实非常像台湾的米苔目，就是米苔目这个东西。那因为螃蟹当地人叫锅，所以它的那个螃蟹在产地又是在金瓯这个地方，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这一道面食会比较有名，叫本干锅，就是米苔目螃蟹。我吃完美味的米苔目之后，我并没有在金瓯这里多做停留，我就准备往北走，准备要去迪石这个城市，也就所谓的拉牙这个地方。金瓯到迪石这一段路又小又不好走，又刚好遇到了下雨，所以我这一段算走得很慢，走走停停的。然后这沿路里面有看到很多卖虾子跟卖螃蟹的一些店家，而且都可以当场煮来吃的。我骑了4个小时，终于到了迪石，而且这4个小时沿路不停的下雨，所以我不停的穿雨衣在身上，所以骑得很慢。那 Google 又帮我选了一条很小的路，所以我骑了大概4个多小时才到迪石。到迪石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到这里的河川跟溪流都有一个水闸门，发现到这好像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止河水倒灌所建立的水闸。快要到迪石的时候，我看路边有在卖果汁，刚好嘴巴也口渴，就顺便买一点来喝看看，因为我也不清楚他卖的是什么。Dạ 15.000 một chai. Cái này thủ đức hay là nước dừa? Cái này là nước có. Nước có? Dạ. Đằng cái nào? Không? Dạ cái này là riêng, cái này là cái này. Không, này không. Dạ chú lấy không? Tôi để. Cái này, anh nói cái gì vậy? Dạ nước ép khóm, nước ép khóm. Ép khóm, hiểu rồi. Để một cái. 我们大概解说一下我跟他之间的对话。基本上他第一句话就是讲每人也不摘，那基本上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摘就是一支。其实只要有一支一罐或是一罐，正常讲叫某窿，可是你玻璃瓶的那个就叫做某摘。他们是说一支一支的，就是整支这样子拿起来，就是通常都叫做某摘。接下来我问他，干那拿土勒还拿绿叶？基本上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土勒这个东西就是糖中的意思，然后或者是海，就是或者是绿叶，绿叶基本上是椰子水的意思。其实我当时有点讲错，我要跟他讲椰绿。椰绿的意思就是指水椰子，也就是说我在问他这个东西到底是糖中还是水椰子。我们曾经有一集就专门在讲什么叫做糖中，什么叫做水椰子，什么叫做冰糖椰子。那因为以前已经有讲过这一段，所以我们后面就不再讲述这解释什么叫糖中跟水椰子了。接下来他讲下一句是甘乃拉路横，其实我有点听不大懂他的意思，因为凤梨汁这个在北越他们的讲法叫寡惹。南越他们叫宅藤，
可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名词有点奇怪，因为我是事后问了当地人，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的凤梨枝叫鹿横，哦，就是凤梨枝叫鹿横。那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那这种东西它比较有地区性的讲法，所以会跟我们平常学的不一样，所以我在那边听不大懂的意思，主要就是因为它太过于有地方性特色了。所以他后面有在解释，我又再问他一次，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有跟我讲，这个是 look egg 横。那 look egg 横，它多了一个 egg 字 ，egg 的意思就是指压榨的意思。你只要有经过压榨的东西，在越南我们都叫 egg。所以他有跟我讲 look egg 横。那它 KHON， 它这个为什么会发横这个音呢？那因为 KH 在南越的某些偏西的地方，他们会习惯的发成呵的音，而不是发成可的音。所以，例如说他们在南越这一边，他发空，他们都会发成轰，常常会遇到这种讲法。那这个一样，那 look at 空，他们会有时候会发成 look at 横，这个是当地性的一个讲法特色，这个你要慢慢的习惯南越的偏西这一边的讲法。到了晚上，饭店他介绍了一间海鲜餐厅给我。那这间餐厅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建在海上的，所以它算是蛮特别的，可以看得到海景。然后我就过去点餐，它这里的点餐可以直接在点你要的海鲜，然后你可以先看价目表。锅呢？锅thịt hay là锅腳？鍋腳。锅thịt là một。Hồi nãy 2 con ghẹ rồi đó nha. Một con cua gạch nè. Cua thịt là 1 kg bao nhiêu? Thịt 790. 790。OK。最后呢，我点了1公斤的双管螺，也点了半公斤的大头虾，也就是泰国虾。吃完饭自己一个就到湖边去散步，感觉这边的环境是很优雅的。迪什的街道其实是蛮漂亮的，它在街道上有很多的 LED 灯，让整个街道变得丰富而且又美丽。其实越南它其实还蛮缺电的，只是我也不懂他们的用电计划，只是感觉到他们很喜欢点缀街道。看到路边有在卖一个西点蛋糕，我就马上点了一个来吃，顺便带回去当早餐。隔天一早就用空拍机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美景。从这里还没办法看得到富国岛，虽然富国岛离我们大概只有100公里远。迪什是可以坐船到富国岛的。那除了迪什这个城市可以坐船过去，还可以从河仙也能够坐船过去，所以这2个城市是都可以坐船到富国岛。在中间那个小圆盘就刚好就是我们昨天吃饭的餐厅，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就刚好在海中央。接下来我要从迪什往河仙的方向走，我主要是要走到柬埔寨的边境，也就是越南的西北方，也就是最西北那个角落。我沿着河边行走，那其实也发现到我的车子大概也要保养了，所以我就路上找了一间保养厂，然后进行保养。我在它保养的时候，我四处看看。结果发现到他们是在河边的屋子，然后发现到它后面竟然还有一条船。这种每家每户都有船的感觉，就是逐水而居的感觉。然后这种就是建疆人生活的一个写照。
以前砭石跟河仙这些地方都是所谓的尖江省，那现在尖江省没有了，都改成安江省了。我到了河仙市之后，我再往北走，我沿着海边的公路走，我就能看得到柬埔寨的边境，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我就这样子沿着海边一路迎风而上，大概没几公里我就到了边境，我就在这里做了休息。我打算在这边喝点饮料休憩了一下，因为再过去就柬埔寨了。因为我这趟没有打算要过柬埔寨，因为我以前我就走过柬埔寨，就是过境过，他那边需要办落地签的。那因为我这次并没有打算想要过去，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要办落地签，而且我身上也没有美金。只到了这个边境之后，我就打算回头了。因为柬埔寨的边境，我已经从西宁的木牌那边有去过了一次了，也到了吴哥窟，也去了金边，这几个重要的城市我都有走过一趟。在边境我也看到了有名的糖棕，这个是柬埔寨很有名的经济作物。这个是南越有名的水果，也是属于经济作物。那我们有一集专门在讲这个，在这边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就准备要往回走了，就是回到我的河仙市。然后但是我有2个方向，一个就是往东走，走到周老，沿着边境到周老；另外一种就是往龙川。那因为周老我在10几年前我就已经去过一趟了，所以我这趟并没有打算再往周老的方向，所以我准备去龙川。再回到河仙市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肉丸，那这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可口。刚好中午肚子饿了，我就想买2个来当做午餐来吃，而且感觉非常好吃的样子。它能冇粉包呢？12啊12ngàn啊！哇，来呢，一個海角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叫，所以我就跟他讲烤肉可能1份多少钱，他是跟我讲12000越盾，大概才10几块钱台币而已。之后我去了河仙市去逛了一间小庙，这间小庙还蛮漂亮的，但是我看到旁边刚好有在卖宝梅，也就是所谓的铁板牛肉，那我就想要去吃一份。có thịt bò không? Chỉ có bò ngan thôi. Dạ đúng rồi, đây là cơm thịt kho, thịt chiên. Ok, đây đó là một phần bò ngan. Nè. Nè, bò ngan. Ăn đây ha. Đây. Nhân thành lên có truyền thống rồi số 2, số 3. Truyền thống là số 2 à? Số 2. Ừ. Không mua。宝雷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牛排，但是会有人说他当时学越文的时候，他认为他的牛排学到的越文单字是 bidet。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宝雷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铁板牛排，所以他们都叫宝雷。那 bidet 它是属于比较不是铁板的，它是用一块木板这样子弄起来的东西，他们才叫做 bidet。或是一个餐盘这样子装起来的牛排，在他们基本上比较高档一点，他们都叫 bidet。其中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他是问我要菌通还是熟嗨还是熟巴，那意思是说问我是要传统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传统这种的，还是要2号餐还是要3号餐。然后我是选择2号餐，2号餐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他就会讲宝牛肉，整就是蛋，连就是烤肉那一方面的东西，大概就是肉，然后搅拌，然后去烤的这种东西。然后扒爹是属于类似鹅肝酱，然后炸，当地人是叫它炸肉，那做出来就是很像肉浆那种东西，然后但是它是硬的。那最后一个熟悉就是所谓的热狗，所以我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吃完饭我就开始回程往龙川的方向。
去龙川的路上，因为下午开始就一直在下雨，那逼得我一定都要在路边咖啡厅休息很长的时间，而且整个路段都是下雨的路段，所以让我骑得很不好骑。刚好我休息的这一家咖啡厅还蛮漂亮的，我就在这边休息了1个多小时，但是雨一直不停，所以我就只好穿着雨衣继续赶路。我到了安江知尊县的时候，在沿着河边小路骑的时候，发现这里好像很漂亮，我就停下来拿空拍机来这边绕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丽。在这里让我感觉到真的下六省的美，有漂亮的稻田，然后绿翠的稻田，也有很好的水稻，也有很漂亮的河畔，这里就让我感觉心情会非常的舒适。我空拍的旁边就是有名的达巴，那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转进去达巴里面。虽然天气很漂亮，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在这边逗留，因为下雨一直让我的行程一直延误，所以我很怕到了晚上都还没有办法进到龙川。天快黑的时候，我都还没到龙川市，而且路又非常的小，还一直下雨，所以路上算是蛮危险的。快要到龙川的时候，我在路边就先吃了一碗鸭肉粥来填填肚子，因为真的又饿又累，这一段路真的很不好走。到了龙川市的时候，也差不多雨停了，我就顺便找住的地方，然后顺便也打尖休息了。不过龙川市的市区道路还算蛮漂亮的。晚上打完尖呢，休息了一下，然后就准备出去吃宵夜，然后就吃了一个猪脚面，然后顺便呢在河边呢喝了一杯咖啡，看了一下这边的风景。隔天一早我就去教堂这里空拍，然后也整个让空拍机导览了整个的龙川市的整个景色，算是蛮漂亮的一个城市。在龙川呢，它是属于湄公河整个流域，可是胡志明市就不算是湄公河，它算是同爱河的流域。从龙川开始，这边都是属于重要的湄公河流域。那它这里有支流，也有主干，所以它刚好是支流跟主干的交汇地点。然后它旁边也有沙洲，所以它的整个的支流算是很大。然后湄公河算很大，所以它中间也有一个很大的沙洲。接下来我去看了一下广东省的会馆，然后我就顺便在这边吃早餐。其实，在这一些下六省的地方有很多的华人，也就是说，他在这边的华人的居散的人员非常的多，所以会有很多这种广东或肇庆的一些会馆，蛮多的。một cái xí mại là bao nhiêu? Dạ. Xí mại một phần bao nhiêu á? Nếu có xí mại thì 28, còn không có xí mại 20. Không có xí mại chan nước không thì 20. Okay. 其实我刚刚是在问他烧麦1分多少钱，新麦就是所谓的烧麦的意思。这一种在庙里面吃早餐其实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很可惜他的烧麦卖完了，不然我是真的很想点一份。吃完早餐后，我就去了渡船口，到那边去看一下，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菜市场，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渡船口，因为我很想知道，就是从渡船口过去那边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猜应该是沙洲，也就是也应该算是一个生活地点，然后那边也有可能是观光区。Biết ốm mò. Bắt đâu? Cái này đi ở đây chơi. Cái đó là
Bắc Tôn. Bắc Tôn là cái ông đứng trên đó đó. Qua cái đền của ổng, qua cái di tích lịch sử của ổng. Còn hai nữa là đi xuống Chợ Nổi. Đây có 2 điểm đi. Đi đâu đi về chơi một lần bao lâu? Dạ, anh muốn đi lâu thì tiếng mấy 2 tiếng, còn anh muốn đi mau thì vài chục phút. Anh muốn đi mau thì tụi em chạy vô, còn muốn đi lâu nữa thì tụi em chở vòng vòng hoài á. Thì tiếng ngoài. Chở qua Chợ Nổi, nếu anh muốn đi qua Chợ Nổi, anh muốn đi qua đền thì tiếng mấy 2 tiếng. Anh muốn đi mau thì đi xuống Chợ Nổi, hoặc là anh đi vòng vòng theo mấy cái cồn, mấy cái giặt bè, mấy người ta đậu đang sống đó. 这一位大妈说得很起劲，我听得很辛苦，因为她的口音有点重，我是很努力的在听，大概可以听个6、7成而已。刚开始的时候，她讲北东，我一直以为是她在讲去岛上抓虾子或是一些活动，后面经过很多朋友，他们都是这样子确认，应该是抓虾的意思。可是事后，我在经过很多的资料查，还有很多朋友的确认，事后确认他不是在讲抓虾子，而是指去一间庙，岭腾北东，意思是指说去那个孙德胜的庙宇，去那边观看去玩。但是还是有很多越南朋友他们听错，就是去跟我确认，他就是抓虾子没有错。孙德胜他是越南国家创始的元老之一，那也曾经当过国家领导人，所以他是在国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在他的那个沙洲岛上有他的纪念馆，在这个城市的教堂旁边也有孙德胜的雕像，也就是东冷潭的雕像。那在胡志明市也有这一所大学，也就是东冷潭大学东冷潭，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在越南的声望了。然后他也说这边也有水上市场，那因为我认识的水上日产都是在美托或是在肯特那边的水上市场比较有名。我第一次听说龙船这边也有水上市场，那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在这边走一走。接下来我有问他，就是说如果去一趟要多久？去哪里？然后这个地方是去哪里？那么离北，也就是去跟回，就是去离，还有北回来，这一某人包捞就是去玩一趟多久？就是来回一趟多久？那么他就直接回我，他问我说你要去蒙利捞，就是说你要去多久？那么你去的话，可能是几个小时或2个小时。你没顶还顶，就是说去多久？那它其中有下一句话就比较特别，就是说，蒙利猫，就是说这一句是我里面它比较特别的一段。蒙利猫，那意思是说你是不是要快去快回？就是去，然后很快你就回来了。就利猫的意思就是指是不是要那个什么去很快一点？如果你要快的话，那就是买9分，它就是几分钟就好了，就几分钟就可以了。利猫这个字在正常的学习里面比较少会学习到，当然你如果在我们平常时的对话里面也是很常会去用，叫我们去快回。利猫呢，就是快点去，然后快点回。那后面就讲蒙利猫提对恩仔优，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快一点去，那么你就跑快一点。那宅优的意思就是跑快一点，那就是宅宝，那宅屋的意思，宅宝宅屋的意思。那这个因为是口音的问题，那因为南越人很喜欢讲去吧，去里面吧，去哪里就利优，这个优就还没有来，那就是优这个字就是指去，那就是跑进去或跑快一点，那个宅优的意思。他讲说蒙利捞呢提对恩宅泳，对就是随你，就是随你去随便走一走。那你宅泳其实就是蒙，它这个都是口音的问题。泳就是绕一绕的意思，你就在那边绕一绕。
他接下来讲他引着瓜啦者来，就是说我可以载你过去到水杉市场，因为他这段话讲得非常快，我只听到者来，然后我大概就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他的者瓜他讲的并不是很明显，讲得非常的快，者瓜者来，他讲得非常的快。接下来他讲牛埃蒙利瓜人体梅顶海顶，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庙那边，人这个就是庙的意思，那么它可能就是几个小时或是2个小时，大概这么久。庙在越南其实有很多种讲法，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人其实就是神庙或是祭拜一些历史人物的地方，我们都叫人。那我们最常听到的，我最常听到的是座，也就是祭拜佛教的，就佛寺的地方，佛教大概这一类他们都叫座。那庙的话就是所谓的小庙，也就是像土地公啊那一些比较小的庙宇那种东西，就是民间那种小庙，那么基本上他们都叫庙。我这次的主要的目的是导览，而并不是深度旅游，所以我就并没有去走水杉市场跟去看他们的纪念馆了。所以我现在主要的目的会要尽快往下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沙利，然后再到宾芝，也就做我最后的这一段的回程。我在往沙利出发的时候，我就会经过乐屿县 Labo 这个地方。那我这个地方也是沿着河边走，很不幸的，我又遇到下雨了。所以我又在这一带又淋了一段雨，这已经不知道是我第几次下雨了。雨季来这边地方旅游，就像在洗三温暖一样，非常的舒适。我到沙利这个地方的时候，雨差不多停了。沙利其实是一个花都，它是有一个季节性的时候，通常是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就百花齐放。那个时候赏花的人来这边特别的多。胡志明市的花大概都是由这边生产，然后提供给胡志明市的，所以你在路边上看到很多卖鲜花的，几乎都是在这里是他们的产地。而我这一次只是来这里，大概经过了一下，后面都有一次深度的旅游。我有一次专门深度来沙利与高丽，这个地方是很漂亮的。在沙利市中心有一个景点，就是法国电影《情人》原本的男主角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不是拍摄地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所以他们正式的拍摄地点是拿到了肯特市的一个屋主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地方是原本男主角原子人他们生活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是往我的出发点的方向宾芝这一个方向走。那我们所经过的这个是美顺桥，这个也是越南的第一座斜毡桥，算是很大的一座。那很多人会问我，那为什么我不走肯特市？主要的原因，我这一趟旅程，以前去过的城市呢，比较常去旅游的城市，我就比较没有去了，没有再想要再经过，因为肯特市我真的去好多次了。过了这座大桥，转到桥下之后，在沿着小路走，我就刚好看到有人在卖烤鸡的，我就顺便下来休息。個雞個罌了，一個雞哪公斤？少nữa thì có chín. Có chín. Lấy một con. Chưa chín. Chưa chín à? Chưa chín. Cái gì chưa chín sắp? Cái nào chín hết á. Chín hết à? Chưa cái nào chín nữa á. Chín nữa đi. Được chín bao lâu? Hả? Chín bao lâu? Chừng 10 phút. 10 phút, ok. Rồi cũng phê rồi chút xíu rồi chín. Chín cái nào hay là chín? Cái này có. Cái này cũng chín luôn. Cái này cho một dĩa cả. Một cái là một con. Cái này một con. Cái này là nói gì? Cúc à? Trứng cốt à? Ok. 丢了。丢了chín chưa？ 他在最后面讲的那个 good 其实不是叫我滚蛋的意思，他其实在讲金 good 就是指说鹌鹑的意思。那如果你
在这边你越文如果没有很注意的话，你就会闹成一个很大的笑话。吃完烤鸡，基本上只剩1-2个小时的车程就会到冰芝。那我最后到了冰芝之后，已经算是完成了我整个下6省之旅。我一共走了9个城市，这9个城市里面也让我充满了回忆。